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我们请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谢龙介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好，韩国政局在发展哈。那本来大家认为说那个弹劾不一定会过了哈，结果呢过了啊。那事先也预期说执政党有人倒戈啊，结果加上执政党的主席都说他赞成弹劾，不过这一来呢，执政党就分裂了。哦，执政党还是有很多人是反对弹劾的啊。那执政党现在有12个人倒戈，原来说8个就够了，现在有12个人啊。用200，那还有弃权的啊等等哈，投废票204比85票通过了哈。那尹锡悦怎么说？他说：“虽然我暂停脚步，但我会奉献国家到最后，要求官员要坚守岗位哦。因为还要再通过大法官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在野党的这个主席就提议李在明跨党派国政协商，但是执政党党鞭拒绝。哦，说什么协商哦，没有什么跨，我们这总理带总统就是了。跟你什么协商什么国事没有这个事情。那他的代总统了哈，就是总理代总统了。这个韩德书呢，已经前后5个总统他都服务过，所以他没有什么政党立场。哦，他就是一个官员，但是没有什么政党立场。他说他是超党派的，原来要弹劾他的。那现在呢，在野党说呢，现阶段暂不提出来，先让他做吧，那另外呢，这个本来传尹锡悦说我没有请律师，所以呢拒绝到案。那现在南韩侦查补票，他18号要到案，那不到案会不会抓？会不会这个抗传及拘？现在不知道哈。那现在就在比赛嘛，一个就是检察官这边，一个就是大法官这边，到底看谁快啊？那现在戒严当晚真相慢慢露出来哈。说国防部证实动员了1500个军人，因为尹锡悦说我只动士官以上的精锐部队，没有动普通士兵。现在看起来呢，1500个也包括普通士兵啊。那另外呢，北韩一直很安静，北韩大概看傻眼了，说南韩在演出什么戏码？我们北韩都没有这样子啊，说我们空飘一些那个粪便去。那就要戒严了，这不很奇怪吗？所以呢，北韩现在说尹锡悦是叛乱头目他这个叛乱头目，我们看一下。投下赞成弹劾尹锡悦的执政党议员金相旭哭着忏悔。就怕重新大选可能会丢掉执政权，很多执政党议员没有听党魁韩东勋的话，反对尹锡悦。这次204票赞成弹劾，除了在野党的192票，可能包括执政党12票倒戈，再加上弃权3票、无效票8票。然而扣除其他派系的话，显然亲韩东勋的20人没有全部都投赞成票。 사전에는 알지 못했고요. 개인이 또 여러 가지 고민하고 판단하시는 거 아닐까 하고 생각합니다. 目前亲韩派的执政党最高委员5个人集体请辞，根据党规，4个人以上辞职，最高委员会就自动解散了，威胁韩东勋的党魁宝座。 저는 결코 포기하지 않겠습니다. 저를 향한 질책, 격려와 성원을 모두 마음에 품고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가를 위해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然而，总统尹锡悦暂停职务，由总理韩德洙代理，名义上尹锡悦还是总统。 这是因为国会表决弹劾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要送宪法法庭审理通过才算真的完成弹劾。宪法法庭要在180天内完成裁定，也就是明年6月中旬。若是通过弹劾，2个月内重新大选；若是驳回，等于弹劾不成立，尹锡悦就会恢复总统职权。龙介委员怎么看？这个分2段，就弹劾不过的话，那不过的话就是当时韩东勋就说我跟尹锡悦谈好了。 在有次序的条件下，他慢慢退出，这就是在思考政党的利益啊。就是说，他政党如果现在弹劾过了，重选一定得呀，就等于是西吉片了，全部都会垮。可是当弹劾没有过，第一次弹劾没有过，那韩东勋这边就说你食言啊，你跟我讲，你本来也公告说你要听党的安排，我怎么样渐次的退出？好。
那他们都小看了这个民意啊，所以为什么会扯到赖总统亲德兄？就是说，当你是少数执政的时候，那国会呢，你是在野，你是少数，那你光为了一个在野党就是在野党他在国会多数，他砍了你预算，你这个预算都还不一定有正当性，你就抓狂啊！你说在野党在国会掣肘我，然后呢，这个毁宪乱政，要搞乱国政，然后再把北韩又拉进来，哇！让我们当时一想，跟台湾赶快呢，你们在野党都这样，然后你们这个跟这个统一战线的都在一起，当天就民进党就已经声援这个戒严，我看到拢会赢呢。我跟你讲啊，台湾今天要跟对岸能够计较就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如果像韩国这样走回头路那一天是韩国的国会救了韩国。假如今天让尹锡悦真的就是戒严成功了，那你看看所有民主国家的这一些集团，没有一个声援他戒严，甚至连社会主义，甚至连威权统治的这些国家，也没有人同意这种戒严的做法，就只有民进党。到今天，民进党没有人出来讲话，这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就是说，两岸再怎么紧张，我们中华民国发展到今天的，就是最可贵的，其实比船坚炮利、比战斗机、比潜水艇更有效的，就是民主，才是我们保卫中华民国最大的武器的。你要跟两岸要谈判，你跟北京要谈判，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自认为我们的制度优于他。好，那你看到整个韩国的执政党，它变成为了个人的政治生命，到底第二轮的罢免要投不投，要投不投，每个人都在挣扎。如果投了，那整个党重新选，可能我的政治生命也没了。所以我选择表态，我投过去了。好，那这是对人民表忠了。我认为我站在民意这边。第二个，有一部分我还是在想，也许不一定会过，所以我选择弃权，我也不投赞成，那我也没有投不支持，所以我就弃权。那再来看看他们的大法官9个，现在只有6个。我这有人家在问说，韩国的大法官不满额是不是常态？那跟我们这边怎么样？那现在他们国会说要把它补满，或者6个只要有1个不同意那尹锡悦还是在。其实他这种尹锡悦跟韩东勋大概2个人有一个误判，我希望你渐进式的离开。所以尹锡悦认为你会安排到我还是依旧总统继续做。可是韩东勋本身是有人分析他是想要选的他本身是想要选的，所以他认为但我不认为他这样操作是对的，因为现在再怎么选，除非你们再下一招，就是把那个李在明抓起来，就是让他有官司，变成最高民调最高的这个人也不能选，所以现在还是一个乱局当中啊。对，当时他们其实那个票差不到1%了，0.7%。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加上韩国人的个性他这种党争、政治斗争是非常凶悍的我们看看大法官到底怎样。万众瞩目，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宪法法院展开审理，周一上午召开首次会议。 많은 취재진이 몰리면서 문영배 헌재소장 권한대행을 비롯한 일부 재판관들은 가벼운 목례만 하거나 묵묵부답으로 들어갔는데요. 大法官必须在6个月内决定弹劾尹锡悦成不成立。首次会议为程序准备庭安排日程，推举审判长，可能会要求尹锡悦提交答辩书。但是因为检方同时也在调查尹锡悦涉犯内乱罪，根据南韩宪法法院法第51条规定，若是相同的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的程序，宪法法院可以暂停裁决。换句话说，若是检方依内乱罪起诉尹锡悦的话，避免一事重审，宪法法院就可能暂停审理弹劾。 탄핵 심판이 정지될 경우 윤 대통령의 파면 여부는 형사소송 판결이 난 이후에 알 수 있어 직무정지 상태가 예상보다 길어질 수 있습니다.
而南韩大法官法定9人，目前6缺3，在任的6人当中，代理院长文炯培、大法官李美善是前总统文在寅任命，是进步派，可能亲尹锡悦的保守派郑炯植一个人就是关键，其他3个人都是中间派，因为只要1票否決就能够推翻弹劾案。南韩国会朝野有意在年底前表决补满缺额。 현재 헌법재판관 공석 3자리는 국회 몫으로 조한창 변호사와 정계선 마은혁 부장판사가 추천된 상태입니다. 南韩媒体还报道，总统尹锡悦积极找专精宪法的律师来替他辩护，不过他拒绝检方的传唤，检方预计周3再度传唤他。若是尹锡悦再不现身，检方很可能会对他发出逮捕令。 好，其实这1个礼拜的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有很多的细节被曝光了。一曝光之后呢，其实群众的那个气氛的那个程度是在往上升的。所以这一次呢，执政党分裂，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到。韩国其实他们有地方首长啊，你去想象说，如果在这一次这样在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台北市长、新北市长，然后台中市长，然后桃园市长，如果通通都表态的话，那整个情势又会不一样。好，那现在他们包括了首尔市长、仁川市长，还有中清南道知事跟中清北道知事，都是国民力量党，也就是尹锡悦的他的这个执政党，他们都表态了。就是之前第1次弹劾之前，他们不表态。 但第1次到第2次之间，因为有太多的市政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尹锡悦的危险程度是非常惊人的，所以他们也都表态，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下台。那为什么说他这个透露出来的讯息让大家非常的觉得惊人呢？我们知道过去这半年，其实朝鲜半岛是非常不平静的。刚刚赵先生还在讲说那个大便气球那些事情，我们在旁边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好笑哈，但是你仔细回想那一段期间，空飘气球去发传单，然后呢？ 北韩就祭出大便气球回击，然后双方喊话越喊越高，越喊越高。这中间在10月初、10月3号、10月9号跟10月10号，有无人机跑到平壤，也就是这个朝鲜的这个首都上空去发传单。其实那是一个很严重的军事威胁，看起来好像只是发传单，实际上就是你军事无人机已经可以到了我的上空。所以当时呢，朝鲜不但对外宣布说这个下令开始准备紧急状况，然后警告这个韩国，然后同时呢下令前线10月13号全部进入警备状态，而且呢要做好全面射击的准备。其实朝鲜半岛是一触即发。这次事件完了之后呢，我们看到说呢，韩国的在野党他们提出来说，韩国他们有一个无人机作战司令部，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呢突然出现失火，他们说有一个集装箱整个烧掉了，是正在销毁证据，销毁派遣无人机到平壤上空的这个证据。那么这件事情，南韩的这个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他证实有失火，但他对于是不是要销毁当时派无人机到平壤上空这件事情，不证实也不否认。各位去想一想啊，那次的事件当中，如果金正恩朝鲜决定开第1枪，那第2次韩战就爆发了。所以我们当时会觉得很乱的，就觉得怪怪的，怎么搞？你们彼此之间在那边玩什么幼稚把戏？但回头去想，你会发现说，就尹锡悦来讲，他要戒严这件事情，从今年的9月，韩国的在野党就说你要准备戒严，因为包括人事调动，还有包括了很多的行动。那当时尹锡悦都否认，可是回头去看，包括怎么样去刺激挑衅北韩。那么到这一次的戒严，你会发现，因为金正恩没有上当，所以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那还有一个这个题外话，今年11月的时候，这个贺锦丽没有选上嘛，然后呢，但是呢，这个 APEC 啦，还有这个 G20 呢，是在南美举行，一个秘鲁，然后一个巴西，习近平跟拜登见了面。当时习近平突然冒出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朝鲜半岛不准乱。那你想这句话在那个时候对拜登说，难道没有背后的意涵吗？因为大国恐怕对于这背后在操作的事情都是熟悉的。所以我现在要谈的是说，因为如果第2次韩战真的爆发的话，其实韩国是很惨很惨很惨的，因为那个首尔距离北韩是非常近的，首尔一定会被摧毁哈。那韩国的首尔是
重要的政治、经济、商业、金融重地，它的大多数的人口以及大多数的经济商业活动全部都在首尔。尹锡悦可以把整个国家赔进去，只要我可以宣布戒严，然后你们不能推翻我，他就宁愿这样做。那今天金正恩到底是自己克制呢，还是背后有力量拉住他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也许10年、20年之后，我们才可能会知道所有的真相。但是，所有疯狂的政治人物，不管任何制度，他都无法阻止疯狂的政治人物把整个国家赔进去。尹锡悦示范了这件事情。未来当然还有宪法法庭这一关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关卡，韩国都要过去，都要过这一关。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这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脆弱，所有的挑衅都有可能在一念之间成为我们人类最大的灾祸。可见权力多可怕了，哦，权力的魔戒一戴上去以后哈，尤其总统制，想尽办法，因为那个味道太美好了，哦，一旦得势以后呢，真的是哦这个，而且那个鸡犬都升天了哈，所以呢，对一个得到权势的人，他怎么样也不想下来。哦，韩国原来2任总统都出很多事，后来说不要2任了，改1任吧，1任还出事哈。而且英国的《卫报》说，尹锡悦哈，他早就有独裁倾向，哦，甚至跑到记者家里面去破坏啦，去搜查人家的家啦，哦，甚至呢，这个把各种很多事情呢，包括那个梨泰院的那个踩踏事件，都责怪这个某些人吸毒啦等等哈，所以他整个就看得出来他已经有那种独裁倾向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哦，尹锡悦啊，如果被弹劾成功下台了，那要选举啊，那谁最有机会？在野党当然是看就是那个李在明啊。那执政党呢，本来是说主席党魁韩东勋有机会，但是民调做出来，韩东勋其实差很多了哈，只有7%好像哈。那韩东勋呢还要跟这个总理了，说一起共同治理韩国。那现在呢，因为他支持弹劾，所以呢执政党分裂。所以他现在宣布辞职，但他说我不后悔弹劾尹锡悦啊。那我们看看到底情况怎样。이번 비상계엄 사태로 고통받으시는 모든 국민들께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深深一鞠躬，南韩执政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召开记者会道歉，宣布辞去党魁一职。 국민의힘 당대표직을 내려놓습니다. 尹锡悦遭弹劾停职，所属的国民力量党至少12人倒戈投下赞成票。事后，党内5名最高委员同时请辞，党内陷入分裂。尹锡悦弹劾案中，韩东勋被认为在党内的号召力不够，立场更在正反两边数度转变，韩东勋领导地位动摇，面临内部逼宫。 탄핵으로 마음 아프신 우리 지지자분들께 많이 죄송합니다. 韩东勋称自己是以追随多数民众为由支持彈劾，但未能获得党内支持，对于彈劾投票却并不后悔。 지금 그런 얘기 할 계제는 전혀 아닌 것 같네요. 曾被视为执政党下届总统热门人选的韩东勋，如今地位重创，党内传出有2人呼声最高。 그 틈을 파고들 대항마로는 오세훈 서울시장과 홍준표 대구시장 등이 거론됩니다. 大邱市长洪俊标曾在2022年在总统初选中以41.5%输给尹锡悦，同年6月以接近80%的得票率当选大邱市长。而曾任国会议员的吴世勋，分别在2006年以及2021年2度担任首尔市长，在弹劾案的最后一刻表态支持。 당은 분열하지 말고 다시 뭉쳐 일어서야 한다며 모든 판단 기준은 대한민국의 미래여야 한다고 말했습니다. 不过有专家分析，这次尹锡悦的弹劾案，执政党倒戈的人数没有像弹劾前总统朴槿惠时那么多，因此现在的国民力量党还是有挽回颓势的可能。季开委员，根据南韩最新这个民调哈，李在明现在获得的支持度是37%，第2名呢就是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这个党魁韩东勋，多少才7%，
所以老讲，如果明天就选举的话，看起来尹锡悦他这个内乱罪啊，他下了这步危险棋啊，真的把他整个政党都玩掉了。看起来政党轮替的几率是很高的，当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变数了，就李在明他本身有好几个案子，有涉及这个贪腐丑闻嘛，所以大家在讲说他这个政局可能是大法官到底也跟这个法官之间哪一个人赛跑比较快，这是一个很大变局。不过我现在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赶快做一个因应，因为现在看起来李在明这个当选可能性是高的，而且很快可能就会来临。那李在明这个外交路线完全跟尹锡悦完全是相反的，他可能会寻求跟北韩和解哦，而且他在中美之间他得一个平衡点。更重要，他连对日本都是采取比较强硬的。那南韩跟我们这么近，然后他开始整个外交政策都改变了，台湾是不是赶快做一个引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南韩看起来现在一直这个礼拜出来的资料，老讲真的很凶险。尹锡悦为了救他老婆，为了扳倒那个在野党，他是下多大的重手？他是直接把最精锐的部队派进去，把这个国会围起来，然后直接下令说，你如果是超过一半的300个，超过150个，就是抬出去了。那还好是当初这精锐部队跟警察跟那个现场指挥官他没有这样做哦，要不然的话南韩真的就是戒严成功了，甚至可能的话他搞好都不惜引起整个南北韩之间这个战争，是多凶险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台湾到底得到什么一个启示？我们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所有全世界里面唯一去呼我们的执政党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是唯一去呼应去支持用尹锡悦的视角去看这个戒严令的，可到目前为止除了撤了那个3文之外，有任何道歉吗？而且都是硬凹啊！我记得民进党错过一个最合适道歉的一个机会。前几天是世界人权日，对不对？那一天10号那一天也是美丽岛事件的第45周年。我们呼吁了多少次？那一天不要只有3文就出来道歉，然后让人民感受到就你是一个有反省的政党。可是到目前没有，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喊出来啦。你今天的昨天这个尹锡悦会不会变成明天的赖清德？赖清德当然已经讲说，民主的台湾不会倒退路。可是你整个民进党到底有没有一个反省？到目前为止，你会看到。连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那天我们就呼吁完了，民进党的沈伯洋，他还可以出来写那个文，基本上就是挺戒严的那种角度啊。在野党有人讲说，你现在开始如果要宣布戒严的话，要把你这个严格的这个限制，沈伯洋他都做出来，这是危害国家安全。民进党不只是不反省，而且往那个戒严的路，他们心中很多人都还住了一个小警种，这才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危机哈。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边讲话，我们在提醒，就是说整个这个朝鲜的这个半岛的局势会大的变化，会引发到整个对台湾的安全跟外交的问题。更重要的，我们郑重的呼吁，曾经流血流汗去争取民主的民进党，现在前辈很多人都还在，民进党好好再想一想自己的处境，不要弄到后来，尹锡悦是自己要下戒严令，弄到后来自己被判断罪了。民进党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不要搬了石头也砸了自己脚，甚至葬送了整个台湾的未来。好吧，李在明现在有官司缠身，1审、2审其实都是有罪的。那到最后会不会有问题原来其实在野党不是李在明，是首尔市市长，叫做朴元淳，那时候最厉害。但是呢，他被控性骚扰以后自杀了。韩国是政治人物常常不一定是政治人物啦，我上次不讲嘛，浦项钢铁厂自杀好几个厂长，因为达不到高炉点火的那个要求，他们常常就是采取非常激烈的手段那因为首尔市长自杀了，李在明现在变成很有机会，但是官司可能也是个隐忧就看谁快嘛，就赶快选上总统大概就没事了因为他可能总统有各种豁免权或等等。那如果说没选上，也许执政党就用官司来卡他也说不定。嘉瑜。反戒严是民进党的 DNA 所以民进党绝对不可能支持戒严或者是威权。但是反观韩国的政坛，你会发现他们的政治人物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要糟糕了。刚刚讲的李在明他有官司，而且他在2022其实是跟尹锡悦2个一起参加总统大选，当时他只输给尹锡悦0.75个百分点，其实是输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韩国的民众不知道怎么选，就觉得2个都一样烂，含泪投票怎么选，感觉就是都一样的结果。所以你说这一次李在明是因为第一时间他开了直播，然后呼吁大家冲进国会，所以一时成为大家好像是英雄一样。可是如果翻开李在明他过去的这些历史，确实他曾经因为散布假消息等等的原因他如果这次上诉被驳回的话，他可能会褫夺公权10年，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再参选。所以说现在
韩国政坛上有哪一个人可以选的？不管是现在的执政党的尹锡悦的这个政党，也没有一个这个民调可以比拼的人。那就算是在野党，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说民调上可以优胜的人。这就是尹锡悦他觉得他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因。甚至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大家认为是民主政变的过程里面，执政党里面还有人支持尹锡悦。那刚刚大家看到画面那个就是投弹劾、支持弹劾尹锡悦的执政党议员还要出来道歉哦，因为在这个执政党里面还是蛮多支持者，他们还要继续捍卫尹锡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发现那个混乱的状况。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大家如果有看韩剧就知道，韩国的政坛跟这些财阀、财团之间相互挂钩等等的这些问题，导致这些政治人物几乎都是乌烟瘴气，没有这些财阀的支持，没有这些官商勾结等等的这些的政治人物，几乎没有办法在韩国政坛立足，所以我觉得整个他们的制度确实出现很大的问题。而且他的基本上经济都掌握在大财团手上，大财团又有钱又有人，很多员工，那员工都是上百万的哈，所以你不跟他搞一起哦，你就选不上，跟他搞一起就会出事啊。那另外呢，这个原来尹锡悦跟美国很好嘛，完全抱美国大腿。那现在呢，这个总理去代理总统，跟拜登直接通话16分钟，哦，就说呢，这个相信南韩的民主制度，哦，让美国继续支持他哈。那说这个尹锡悦跟李在明哈，不只是政治上的对手，像阶级斗争，因为尹锡悦是大学教授的儿子，是个精英检察官，李在明是公共厕所清洁工的儿子，哦，所以呢，在血汗工厂工作，所以这两个背景其实也差蛮远的哈。那好吧，这个永平，现在李在明的官司案确实对于韩国的政局来讲是一个挑战跟测试。可是我觉得台湾虽然跟韩国民情相当的不同啊，就是韩国人非常的凶悍，然后动不动就以死明志啊，但是呢，虽然有所不同，可是政治的格局跟概念真的很像。那我觉得这次尹锡悦因为在戒严案上面实在是乱搞哦，而且现在已经弄到他的执政党分裂了，所以呢，李在明的官司相对上呢，法官也是韩国人呐，他能不能呢，就他当时的那种相对来讲算是为罪的，继续呢用选罢法给他判刑，然后造成他不能参选呢？我觉得在现在韩国的这种情势的变化，我觉得法官也会有所压力哦，甚至他们也担心说，如果他干预了整个政局的演变的话，那他也许就会变成肉搜的对象或者是罪人。为什么呢？尹锡悦那个他目前不是尹锡悦，李在明他现在有2个案子，他一个被判刑，一审被判刑1年啊，然后有褫夺公权的这个案子呢，是一个叫违反选罢法的说谎罪。那他说什么谎呢？他说的谎就是说，因为他有涉及那个还在司法啊，就他有涉及，就是说他在做市长的时候呢，那个土地变更案，结果呢，他在选总统的时候，人家把他爆料出来以后呢，他说他不认识那个市政府官员，可是呢这件事情说谎了哦，所以呢就给他判了1年。那另外呢，有一个叫做教唆伪证罪呢，目前以罪证不足呢，并没有给他判刑哦。那并没有给他判刑呢，支持尹锡悦那一派呢，也说要惩治这个法官，要惩治这个法官哦。所以讲了半天呢，他们在司法斗争上，所谓的南韩川普李在明，讲的不是李在明的主张跟川普有什么像，完全不像。李在明呢，其实呢是比较亲中、比较反美的。李在明如果上来，他唯一只有跟川普一样，就他官司缠身哦，他会不会因为官司不能选？可是现在因为又有美国，川普呢一旦过关了以后，他所有东西、所有的刑事都豁免。那韩国的宪法跟中华民国的比较像，它是你如果一旦总统，你除了内患外患罪，你普通的刑事案件就没有办法做。所以现在李在明呢，大家都在拼时间，在野党希望那个大法官赶快晨会，然后赶快决定，然后时间使得他的2审或者他其他的法院判刑来不及。好，那现在的局势是如此。
但是对美国来讲，李在明当选呢，当然很头痛，不是拜登的问题，还有川普，因为李在明是反对萨德反飞弹防御系统的，他根本就美国根本不可以在韩国放上萨德，然后他马上要跟北韩和解，而且他也要跟中国大陆呢改善关系，而且呢，他因为传统的他们不是劳工出身吗？其实他的工人阶级呢，传统的非常痛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当时呢压迫很多韩国的这个民族呢，他们基层底层呢到现在还生计这个仇恨，所以李在明上来呢，他马上冲击的就是什么？就是拜登任内认为在亚洲最大的资产呢，叫做美日韩的同盟。那这个部分一旦垮掉了，那日本现在的这个石破茂又是一个相当弱势的首相。那明年呢，他的马上也要面临选举。那如果日本也有变的话，那马上东北亚的这个格局呢，就会立刻的改变。所以世界的情势啊，很多时候你想不到的变化其实非常快。我们看各种战争啊，甚至这个各个国内这个政治的变化，都不是你预想得到的。休息一下再回来。